对，我们这个代表产品其实跑了8年多了，8年的确是做到了8年年年正收益，然后每年还最低的一年好像也有10个点多一些的，对，然后回撤也是非常小，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用了多种资产和策略，然后呢做了组合，然后再不断的去根据模型、根据信号，然后去调优调参，然后这样的话保证了我们的输出的这种产品连续8年穿越了这种牛熊，对，这个的确是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团队来实现的，对，它不是对啊，它的确是需要多种资产和多种策略的组合因为现在的话，私募行业也越来越成熟了单一策略的有效性就越来越短了，对，所以的话，没有任何一种资产和策略能够一直持续这么稳健的盈利，对吧？能穿越牛熊所以的话，这个产品里面真正是用到了多种策略多种低波动资产和低波动的策略来做了组合，对，这样的话，当然整个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借鉴了那个桥水的一些方法论比如这个产品里面其实用了一些纯阿尔法的这种思想，对，就相当于是在整个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哎，哪里的哪个策略或者哪个资产它的阿尔法或者它的确定性收益更高，哎，这样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就会切更大的比例去配置，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哎，我的回撤还是可控然后那个收益的持续性就非常强，对，如果你做单一策略的话，可能这2个月、3个月就进入策略的静默期了，对啊，它就不会赚钱，对吧？你看我们那个曲线就跑的持续性就非常强，对，然后在整个策略配比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用了很多量化的模型，还有信号能够很好的去做各个资产还有各个策略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切换，对。那第三的话，我觉得一家公司投资还是要有很好的自己的投资理念。对我们公司的投资理念，就是正如我们的公司的名字就是永远要有量化优选美好的资产、美好的策略，然后我觉得这样才能获得持续稳健的盈利。对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的所以要保证这么持续的稳健的走下去。我觉得不管从投资风控，还有投资理念我觉得这几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的确是因为我们做资管做了很多年嘛，我们就发现很多客户真的是策略很好，收益也蛮高，但是就是因为波动大，所以很多客户是拿不住的所以我们后来在做资管的过程中，我们就很强调希望客户能拿得住，因为真正能拿得住了，然后才能赚到这个钱就不会出现这种产品跑得很好，最后呢客户没赚到钱的这种尴尬情况。然后怎么去实现呢？其实我们是做足了功夫首先我们在做任何策略的时候，我们会严格的控制回撤，对，因为真正我们看客户拿不住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波动太大了，回撤太大了所以当你把回撤控制好的时候，其实客户是多数是能拿得住的。所以在控回撤上面，我们其实下足了功夫。对，做任何策略的话，我们特别像我们做一些低波动和中波动，会给客户一个预期。如果在做低波动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里面放的都是低波动的一些资产，还有一些低波动的一些策略。对，这样的话，最终给客户的一个结果，它就是一个低波动。对，这样能符合客户的预期，他就能赚到这个钱。如果你要做这个低波动回撤，你要落实到产品层面，那肯定是我不会只做一种资产也不会只做一种策略，对吧？所以的话，就刚才涉及到了，我们是要做多资产多策略这么一个配合一个组合。在组合的过程中，执行的过程中它的因为配的资产和策略多嘛，你不能就说是我很主观的去做所以我们更好的去采用了量化的方法。这样量化的方法其实很好的能够又避免情绪波动，然后执行效率又高，一致性又强，对吧？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去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低波动的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然后为了做这个量化，因为一个产品里面就涉及到多种策略，所以的话我们自己还自研了这种投研风控一体化的这种平台，这样子就能保证我们每个产品，这个跑出来的效果跟我们设计的时候构想的就是一致性就非常强这个用量化的方法去执行就会更好。两方面原因吧，第一方面我觉得也是资产配置的一个需要
对，因为国外市场是吧，也开始一个降息周期了嘛，对，所以境外的一些债券，我觉得到期收益率要比国内还是要高的啊，我觉得这个资产还是不错的。然后现在整个 AI 的这一块，其实海外的一些布局也是蛮不错的啊，这是从资产端来讲的。然后第二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很好的那个客户需求，对吧？客户需求，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开始降息周期了，所以跟国内前2年是一样的。你降息周期，你的存款利率越来越低，对吧？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存款搬家的这么一个需求，对，所以的话，我们去在这个时间点去布局海外，我觉得是刚好能满足很多这种存款搬家的一个客户需求，对，所以我们香港这边做的第一个策略也布局了3个策略。现在第一个策略在募集期，然后募集的是就定位为这个存款搬家也是做了一个像我们连续8年年年正收益的这么一个产品系列，也是一个低波动的一个稳健系列这样的话就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存款的一个替代，对，然后里面的话也会配置一些海外的债券它的到期收益率还是要比国内要高一些，然后也会做像国内一样做一些低波动的策略这样的话做一个组合还是希望能够延续我们国内这种8年年年正收益的这种好的业绩当你的规模到了一定地步，我觉得包括很多私募它都做了一个海外的一个配置，对吧？的确是战略上需要有这么一个配置，对。但我们在配置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延续我们一如既往的这种稳健的风格，对，我觉得还是要慢慢来还真不能急着来，是吧？因为我们现在从申请牌照到产品发行到募集，我发现还有那个交易端的开立发现跟国内的区别非常之大，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稳扎稳打迈出第一步，然后呢，在不断的实践中去积累这种宝贵的实战的经验，对，因为它毕竟是不同的市场，里面的很多的制度啦，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具体情况了，跟国内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不断的去实践。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先做好我们最擅长的国内的这种策略，对，因为在香港其实还是很多资产可以投回国内的所以还是可以配置国内的。所以我们当时想，我说我们的第一支产品可能是更多的是引外资投回国内，对因为国内的市场我们做了10几年了所以对吧？对各种策略啦、模型啦都非常之成熟，对吧？第二的话，当然香港我们既然布局了，我们也会慢慢的本土化也会去招一些海外的一些人才，这样的话把我们真正的下一步我们也能走出去做一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配置。对我们这个名字，对有些人第一次听了觉得还是蛮特别的，是吧？对我说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听完一次他都会有个印象，但其实这个名字还是蛮多含义的它首先它把我们的一个投资理念放在里面了，对我们始终要优选美好的资产还有好的策略，对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盈利才能更加稳健持久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种理念。对，所以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你看我们的回撤始终都控制得非常好的确是还是没有去碰太多垃圾资产，对吧？为了博取高收益，买了垃圾资产，那可能就是这个回撤可能就很难控制这么好了。对，然后呢，当然这个名字也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对吧？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在做投资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是吧？去进步能够做一个优秀的投资人，对，然后呢，能够稳健盈利最后呢有一个美好人生也希望我们的客户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也能不要为财富去焦虑，对大家稳稳妥妥有一个稳定持续的盈利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会更加有质量，更美好。